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勇哥侃侃侃。今天这期教程呢，是对之前 CF-VLAS 最终教程的一个补充。因为之前大家创建的 Proxy IP 都是基于443端口的，那现在脚本更新之后呢，可以使用非443端口。那这样的话呢，就实现了任意端口 IP 都可以同时用于 Proxy IP 以及客户端地址优选 IP。好，我们废话不多说，直接开始做。在教程开始之前啊，建议大家还是先把我之前的教程都看一下，帮助你更加了解 CF-VLAS 的各个要素特性。因为很多东西我这里就不会触及太多啊，就直接一把带过啊。我们只讲最关键的一个演示。我们先来到勇哥的这个 CF-VLAS 以及 CF-Children 项目脚本的话，我这里也更新了一下啊，大家可以自取。然后我们来到 Cloudflare， 我先进入一个创建好的 CF-VLAS 节点。CF 的话，它的界面经常变啊，那这次的话又变了一下。那我们小白朋友们主要知道那几个按钮就行了啊。编辑代码这个就不用说了，相信大家都了解。那点击访问的话，就是直接访问 Workers 的地址。点击这里的设置，它把其他的东西都给整合到了一起，它把默认的 Workers 地址直接给显示出来了。那如果你添加自定义的话，就可以点击添加自定义，添加方法跟之前的一模一样啊，官方的 Workers 域以及自定义都放在一起了，这样的话方便你查看。还有一个就是添加变量，这里的名称跟值啊，项目都有相关的说明。现在我们把节点给导出来啊，点击编辑代码。进入到这个界面，你会发现还是有点变化的啊。它默认预览效果其实就是一个网页，如果你没有挂代理的话，可能它这里是没法显示出来的啊。这里就可以粘贴 UUID， 点击 Go， 你都不用点开网页啊，它这里就直接出来了。选择一个80系的端口，没有 TLS 的节点，我们先复制。OK 啊，我打开 V2RAN， 导入这个节点，设它为活动服务器。好，然后我们打开 IP 点傻逼啊，大家可以看到，目前 Proxy IP 我用的是某些大佬的域名啊 ，Proxy IP 啊显示的是台湾的一个 IP。开始进入重点啊，现在开始自建 Proxy IP 非443端口。之前的教程所用的甲骨文 VPS 纯 V6 的一个服务器，我用的还是 XUI。然后我们进入 XUI 这个地址。添加节点，选择 VLAS， 选择 Reality。那原先的话，我们这里是必须要设置443的。那现在的话，我们可以任意端口啊，比如说我就输入8800，大家可以随意啊，不要见外啊，65000以内的端口啊，任意啊，不要冲突啊。然后我们这里的域名必须选择 CF 的域名，那 CF 的域名也有很多啦。那我还是参照之前的教程，比如说 time.is， 同样下面也是 time.is。然后流控的话，其实点不点无所谓啊。如果你要用这个节点的话，那你就点开啊，然后我们点击添加。那这样的话啊，这个 Proxy IP 已经创建完毕啊，它可以用于客户端地址优选 IP， 也可以用于 Proxy IP， 都可以啊。那我们现在进行一个测试啊，然后我们这里先是 Proxy IP 修改 path 路径，修改的方法这里项目也有说明啊，因为我是 IPv6 嘛，那所以我必须用 IPv6 的形式，我用的是非443端口啊，粘贴，然后 IPv6 地址就是我这个 VPS 的 IPv6 的本地地址，然后端口的话就是这个8800，然后端口是8800。然后点击确定，然后再开启这个代理，然后我们再测试一下，看一下 IP.SRB 啊，它的 IPv4 地址显示的就是 Proxy IP。那我们现在刷新一下，它就会变成 IPv6 的地址啊。我们刷新一下，睁大你的眼睛啊。OK， 这个地址就是我的甲骨文的这个地址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啊，是一模一样的啊，一模一样的。相关的订阅也统一设置一下，可以设置变量，点击设置变量的添加，变量名称就是 Proxy IP。那这个值的话就要注意了，两种情况啊，我是非443端口，就是 IPv6 地址冒号端口，同样的
OK 啊，然后点击部署啊，这样的话它就会自动全局应用。好，这里实现了 Proxy IP 啊，那现在我要实现客户端地址的优选 IP。好，现在我们进行一个更改 IPv6 地址，然后这里的端口的话，必须跟你节点的端口保持一致啊，就是8800啊，其实跟下面一样了啊，8800。点击保存，客户端地址用的是 IPv6 地址。如果你想让这个节点通，那你的本地网络环境必须支持 IPv6啊，这个大家要记住啊。然后我们点击确定，很明显这个节点肯定是不通的，应该已经刷不出来了啊。那是为什么呢？如果你看过我之前的自建教程的话，你一定发现了啊，这里的域名端口啊是43的啊，43的话，那你就必须要开启 TLS 啊，直接开启 TLS 啊。然后一个重点不要忘记啊，那就是设置的这里啊，参数设置，启用分片点开啊，点击确定，那这样的话应该就已经通了。然后我们再回过去，哎呦，已经自己出来了啊，那说明已经没问题了。那这里的话着重只演示了 IPv6啊，如果你使用 IPv4 的话，容易被扫到啊，这个大家一定要清楚啊。如果你没有 IPv6，只有 IPv4 想尝试的话，那你要时时刻刻关注你的 IPv4 的流量啊。还是那句话啊，有可能你的 IP 被大佬们给共享掉了啊，这个大家要清楚。本期教程也算是一个小小的补充吧。OK， 好，今天的教程就说到这儿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